這就是被玩家稱為新晉工程小鋼炮的樂高25年新品42209沃爾沃 L120輪式裝載機。設計師只用了不到1000片零件就做到了全功能還原，甚至還搭建出了懸架結構，可以越障，可以轉向，4輪驅動，前後橋都配了差速器。打開機蓋還可以看到裡面的電動機聯動，另外鏟斗也可以升降或者翻轉，以及還有比如車門開合、兩側檢修門開合、充電蓋開合等等这些小功能設計。另外還有一些海外玩家把它改造成了拖拉機、挖掘機、鉸接式自卸卡車等等非常精彩的套內 mock 作品，可以說是可玩性徹底拉滿。所以通過本期視頻，我們就來詳細的看一下這款套裝的具體表現。先看包裝，彩盒正面是一個工地場景圖，除了左上角的零件數，右下角還可以看到沃爾沃的 logo。彩盒背面可以看到原型車參數以及一些功能圖示介紹。973片零件一共被分成了9個零件分包，8個大步驟，平均每個大步驟只有122片零件，確實是一個超精細的分包設計。和前幾天評測的福特烈馬一樣，拼搭手冊對於這個級別的套裝來說還是比較厚的。一共有314步，步均3.1片零件，同樣是超精細的分布設計。不過作為授權套裝，同樣也是只有2頁的篇末彩圖，有一頁也是把彩盒背面圖片拿來再用了一次，稍顯敷衍。那貼紙呢是有像這樣的一小張。在新零件方面，伴隨這款套裝一起發布的有一枚編號為6617的8×16鏟斗。下面我們來看內部設計。後懸架採用了整體橋懸架，可以整體繞旋轉軸旋轉。另外，也通過2枚半球形零件對運動行程做了一下限位。那作為中小型科技組套裝，設計師呢並沒有在這裡設計避震器。那在成品階段，我們會看到3個旋鈕，其中第一個旋鈕是控制車輛的轉向，手動動力從車頂下來以後，先經過一組20:16的齒輪組，然後在內部經過一組28:8的齒輪組。最終是通過28齒齒輪上連接的2根拉桿驅動車頭模塊轉向。第2個旋鈕是控制鏟斗翻轉，手動動力下來以後，經過一組12:12的齒輪組，然後在中間經過1枚萬向節，最終到達車頭這裡的1枚12齒錐齒輪。稍後這個位置會加入1根小推桿，配合連桿機構實現鏟斗的翻轉動作。第3個旋鈕是控制整個推鏟的上下升降。動力下來以後，同樣是經過一組12:12的齒輪組，然後同樣是在中間經過1枚萬向節，緊接着在車頭這裡通過3枚16齒齒輪把動力分成左右2路，然後通過後面這裡的12:20:16的齒輪組將動力引導到上方左右各1枚錐齒輪。那最終呢，也是驅動左右各1枚小推桿，並且配合連桿機構實現整個推鏟的上下升降。行駛與電動機聯動會稍微複雜一點。首先在這裡可以看到一共3個電動機，其中靠下的2個電動機是通過20:12的齒輪組和上面的電動機完成動力匯合，緊接着通過12:20的齒輪組，然後經過2個球形萬向節以後，在車尾這裡經過3枚16齒齒輪，緊接着是一組20:12的齒輪組，最終進入後懸架差速器。那作為4驅車型，前懸架動力呢也是在中間這裡通過1枚萬向節進行連接。那這款套裝的拼搭一共用了大概4-5個小時，在體積方面和前幾天我們評測過的42213福特烈馬也是差不多的級別，當然也是一個比較有利於日常把玩的體積規模。在外觀方面，其中主要還是以科技組零件為主，不過在車頭兩側的探照燈、後視鏡還有車頂等局部位置呢，設計師還是使用了一些磚塊類零件。另外可以看到，像滅火器、鐵鏟、警示燈等等這些小細節也都是做得非常到位。在駕駛座的右手邊，甚至還可以看到一個空酒瓶，而駕駛座兩側的操縱桿、前面的方向盤，設計師在這裡呢也都是做到了搭建。當然，作為工程類套裝，可玩性才是重點。那這裡經過我們的測試，所有的功能測試下來都非常的順暢。那因為後橋做了一個懸架設計，所以整個車子也是具有一定的扭腰幅度，包括通過一定高度的障礙物呢也是沒有問題的。在牢固度方面，
首先，整體結構牢固度是完全沒有問題的，不過局部使用磚塊類零件的地方會感覺稍微有點偏鬆，尤其是駕駛座右邊的這個小酒瓶，那只要碰到了的話，還是比較容易脫落的。最後值得一提的是，這款套裝的零件一共包括了2套差速器、3枚推桿，還有大量的齒輪，所以確實是一款非常適合玩套內 Mach 的套裝。不過，雖然零件數和體積都和前幾天的42213福特烈馬是一個級別，不過官價卻要高了差不多70%。那2款套裝也都是有授權的套裝，所以呢，只能說這款42209在性價比方面確實是完全沒有優勢。好啦，那麼過段時間我們還會給大家帶來25年超旗艦工程套裝42215沃爾沃挖掘機的深度評測，感興趣的玩家可以關注一下哦。咱們下期見，拜拜。